每次來台灣，台北總是我們繞不開的第一站。這裡文化多元，美食雲集，是公認的亞洲味的天堂。不管是名氣在外的鼎泰豐，還是街邊那些開了60-70年的老店，總有一道美味讓人念念不忘。對於我們這些常年旅居海外的華人來說，隔段時間就想回來走走，就是為了找一找那份熟悉的味道。這一次，我們想用48個小時重遊台北，去尋找那些本地人都在排隊的老味道。這還是關着呢啊！好神啊！我們竟然被鼎泰豐投喂了。现在来到一家店，是老張燒餅店。我走到这個店門口呢，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隊。我聞到有股濃濃的蔥香的味道。這個店呢有一個特點是沒有座位，只能是拿着在外面吃或者帶回去吃。一會兒要嘗嘗它的味道。我這看着好香啊，很脆的樣子感覺。对，我們兩個人幾乎是在跟買。前面的人我們發現要那個小的那個叫紅豆酥餅，然後大家都會買。對，所以說呢，我們也想嘗試一下。然後我們使用的原則是一樣先要一個，然後站在這吃，如果要好的話，我們再回購。对，啊，謝謝。這個叫老張胡椒餅，是，這是台灣500碗。對，我今天也才第一次吃到500碗，不是必比登。對，南港的老張炭烤燒餅已經開了40多年，老闆年輕時師從一位大陸來的眷村老兵，學到了這門源自福州的傳統光餅手藝。直到今天，店裡依然堅持用老鐵爐和炭火烤餅，味道特別香，所以這裡每到飯點都會排起長隊。我們剛才一共要了5個餅，花了140台幣。這胡椒餅跟咱們吃的之前不太一樣，之前吃的是那種圓圓的，這個看起來外面有點酥酥的哎，那個外邊更薄更脆，更像燒餅一樣。哦，一邊咬它一邊掉渣。我都聞到那個火燒味了。然後它那裡邊肉是稍微有點瘦的，但是好像還有一點醬，我不知道是什麼醬。然後裡面還有點菜。跟福州四我不一樣，对吧？不一樣，对，它有更多的這芝麻的清香，更像是一個火燒，然後加了肉。就是我覺得如果這個餅沒有肉的話，它自己的燒餅也很好吃。是，沒錯。然後它的肉汁進入到了麵裡邊，外皮是酥脆，一咬嘎吱一下，進去之後是滿嘴的肉香。這裡面就大量的蔥，然後還有那個很濃的胡椒的味道啊，而且肉呢不乾，大肉粒，一嚼出來，哎，還有肉筋。還挺好的。這應該叫紅糖糕餅，好像是。對，應該是紅糖的。哎，哇，全是芝麻。然後它不是紅糖，它是白糖，它麵跟裡面都是甜味的。它就是糖餅，属於是吧？糖餅。哦，你看我一咬，它裡邊就空心了，糖不多，它不是那種糖会流出来的那种。糖火烧。对。然後那個糖呢，可能就是比較濃稠一點，所以裡面就是它會留在裡面，不會這。你看我這樣倒不會流出來。你拿出來這個不一樣啊。對，還有黑芝麻。对，這是黑芝麻的。這個比剛才那糖餅呢多了那種芝麻的香味兒。這個好吃。這是紅豆餅，這紅豆餅就會小一點，後面還能看到一點點蔥。一口可以吃掉半個，我覺得。這不是紅豆餅，這是小酥餅。這小酥餅裡面是放蔥的。我還以為它只是一個簡單的燒餅呢。哦，它是一個蔥餅。對，它裡面有蔥。很香啊。也就是說，它有各種形式，滿足喜歡吃各種各樣形態的胃口的人。对，怪不得刚才有人一下買這小酥餅，買了得有10個。是。很好吃。這是紅豆餅，從外面就能看到紅豆。掉渣了啊。對，這紅豆餅也是小小的，能看到豆子皮。裡面是紅豆泥。好吃。我們今天要嘗一嘗台北的水餃，據說很大顆，而且它還有滷味兒，好像挺有名的。對，但是好多人啊。是，而且它的名字，我觉得被它名字很吸引的，这叫北大荒水餃，因为以前那個大陸那邊插隊發送到北大荒，對，那是還有電影啊、電視劇什麼都叫北大荒，對，去支援什麼的。對，但是我不知道這兒的北大荒是什麼意思。哎，它是寫上北方偏遠未開發肥沃土地，稱之為北大荒。北大荒水餃店，我們是被它的名字吸引來的。據說這兒的水餃個頭幾乎是別人家的2倍大。不過我們也看到有人留言說，這其實是一家被水餃耽誤的滷味店。煮水餃最少點6顆，
来一個這個。這是好像像牛筋一樣哈，這好，聞着就特香。咱們第一次来不知道多大量，就都搁在这儿。对，这儿排队是吧？排队啊，你看卤味排这儿。哦，他說的卤味排这不是人，是把卤味排在這兒。卤味排隊。那最後做完之后怎麼知道是你的呢？因為就要結賬了，他肯定有號的。那最後能保證送到你桌上的還是這盤嗎？我覺得是。你不會把他那個牛肉很多的給吃了？不會啊，不會。好吧。你看後邊又排上人了，全是人，好多人呢。鸡腳12，卤味，然后麻辣燙。好，我们可以。然后这就是多亏刚才我选了一个座位，对，是吧？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是，有点迷，有点迷，对，有点迷。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来嘛。是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在2楼坐，你先去找位，先去找个位置，然后占位。对，要不然你内用的话，你不知道你是几号桌。是它因为它需要填嘛，4号嘛。对OK， 那咱们就等待尝它的味道了啊。对比一下咱们家里做的饺子，我们这儿写一个4桌会滴水，我说怎么没人呢？这这儿冷凝水往边上放一放。喝汤的时候越喝越多，发现这个饺子店这边有各种的料，乌醋、白醋，是酱油，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香油似的。然后这个呢是水饺酱，还有一些葱，还有这个小米辣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小子个头怎么样？我感觉闻着面味儿，香的面味儿，然后感觉它的饺子皮应该挺有韧性。哇！我筷子一夹，那个肉丸，你看我的筷子的角度是这样的。肉丸特别的硬，感觉。你看，我给你剥开一个啊。咱们先让他看看，哇，看一个纯的肉丸，哇，这里面全是葱，然后全是肉，应该是，我感觉像是牛肉馅儿或者猪肉馅儿。我觉得像猪肉馅儿，是吧？那我先来一个肉丸吧。行。什么都不蘸啊。你这直接吃肉丸。哇，韭菜馅儿的。韭菜猪肉，尝尝它的面啊。我觉得这比咱家里包的还大，是吗？但是这个整个面啊，馅儿的味道跟我媽包那饺子差不多似的，就感觉就跟家里味儿啊那种感觉。看我們視頻的朋友，如果從海外來台灣玩，我覺得你來這兒給大朋友吃個餃子，會有家的味道。對，我跟手掌心一樣大。對，真的很大。這個餃子做這麼大，是因為就是想讓大家就說一次吃飽了，對嗎？是。你去那邊坐好了，在位置上坐。特瓷實。是。豬肉加韭菜。而且它這個醋是烏醋。是烏醋哈。對。哇。這2口吃都很是吧？哎，我覺得咱們要12個，真是夠啊！不能再多了，要不然吃不了了。我把這個忘了。哇，這好。哎，這是咱們的嗎？咱們的沒有蘿蔔。哎，好像是有問題。哎，我感覺像是。我還說自己真的沒有碰，真的沒有碰。還好。好，謝謝。哦，這個對了，咱們這個真是哇，真是夠了，真是夠了。我還以為是那種切好了就是涼的。這個是他給加的酸菜嗎？對。這個蔥，這都是他給加的，也就是他為了有味道。那我先嘗一口這個牛筋吧，好嗎？你嘗吧。貨真價實啊，而且非常的軟爛，好像酸菜啊。這不是那種很鹹的酸菜，不是那種咱們想到老壇酸菜，它是甜酸的，而且它是涼的，它不是炒的，它是放在上面的，就讓你當小菜就了。豆乾兒，有一種很濃的燻的味道，海帶，非常脆啊。一嚼嘎吱嘎吱的。你覺得它是後來又煮過嗎？還是？對，它應該是炒了一下，我覺得。所以說滷味兒不都是嗎？它做一個半手，一個半成品的感覺，很好吃。然後這個豆腐，這豆腐很吸湯。哎，那我選這個豆腐是對了。非常好，好吃哎！整個這一盤你就一點都不鹹啊，不用就飯，一點都不用就飯，你就直接吃就好了啊。然後就是這餃子，正合適，餃子就是主食。它就是配菜。這家店就是這2個特色。棒。這牛筋攪到自己。
咬到自己。这牛筋跟我的腿是一个口感。怎么样？酸辣的。它应该，我觉得它应该是白醋的那种。是吧？是白醋。我觉得这个辣味不是很足，就是酸味特别足。胡辣嘛，它应该是胡辣。对，是胡椒的那种。是。它不是辣椒的那种。饺子放在酸辣汤里，你想起什么了？酸辣汤饺。我们这一桌菜最后花了319台币，其中这个卤味占了160台币。因为它里面有肉嘛。是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挺不错的。这么一大桌子，我们俩就刚吃到1多半嘛。对，现在还没吃完呢，吃半天了。对，都快吃饱了。是。哇，真的，这饺子真的能给你一下吃饱。所以说台湾还是挺实惠的，吃饭。实惠。北大荒的牌子灯箱只剩下北大。不顾神在旁，绕境便当给不够，便全5行，挺押韵。这一大早晨，这一个 rap。早啊！今天又是一个阴雨的早晨，我们在华西美食街是吧？对。然后上次呢，因为我们没有吃到挂包，所以这回呢就是主打一个，就是一定要吃到。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去的这个店叫元芳挂包。上回来的呢是恰逢台湾闹猪瘟嘛，哎呀，这还是关着呢。啊？好神啊！你看元芳挂包还是关着呢。是哎，真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又没吃上。小羊煮瓜开着呢吗？好像也关着呢。这出师不利啊，这是。来了2次都吃不到。碰到观众朋友，就疯狂给我们投喂，直接就从那个餐厅里拿出餐来喂我们。但是他的餐盒上并没有写他的那个店的 logo，所以我建议他加一个 logo 上去。台北的雨很大呀，你看咱们又赶上雨了。尝尝刚才这位观众朋友送的是什么呀？美乃滋肉松海苔，感觉下边像是蛋卷儿，特別濃的美乃滋的味兒。哦，是一塊一塊的。雞蛋，然後捲着菜，有一點甜味兒。然後很清淡，然後能吃到那個菜那個汁兒，就煎的時候那汁兒流出來的那個味道。這是我們的早餐啊，一會兒我們要吃一甲子。對，因為今天早晨很失敗。是。打亂了我們的計劃。你看現在這雨多大？很多的美食啊，或者說去的地方都不一定能按照我們的想象今天會開門，而且還有今天這個天氣下雨，我們呢就不如開啟一次非常隨遇而安的一個行程，好吧？不用，我們看看就行。上咱直接嘗是吧？台北房價還那麼貴吧？台北萬華區貴陽街都25.43平啊，這麼小？1380萬，那是多少錢呀？是200多萬啊，25平，它廳挺大的，但是廚房很小。你看這窗戶是這種舊舊的，應該是老樓。對，25.24平，2330萬啊，2房2廳1衛，也是一樣。新一點哈。你看上面寫着非短期交易、非凶宅、非輻射屋、無限屋齡漏水保護，500多萬了吧？500多萬。我昨天看新聞的時候說因為台北的房價太貴了，所以大家都去到別的地方去買房子，所以說新北那邊就是買房子的人據說越來越多，然後去借貸款的人也變得越來越多。你看咱們找這家店一甲子旁邊是個廟，哇！現在雨越來越大了，我們倆。哎，小雨這邊排隊。哦，是嗎？對。在雨中，我們來到了台北歷史最悠久的萬華區，在祖師廟旁有一家承載了當地人記憶的老店——一甲子餐飲。這家店最早只是艋舺廟口一個無名的推車小攤兒，如今已經傳到了第3代。雖然連續幾年拿下了米其林必比登推薦，但這裡依然保持着幾十年前原始的街頭風貌。坐在騎樓下的板凳上吃，才是最地道的體驗。乾隆52民前什麼125年間建55年竣工。我記錄的就是台灣的氛圍，在這個下雨的台北的街頭，然後這邊呢就是排隊買控肉飯的人，這邊我看到很多旅遊的人，世界各地的人都有，看到很多面孔，大家可能也都是覺得這裡面是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薦。我剛才看到它這個店2020年開始。就一直到現在，就都是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薦的餐廳。這是一個很長的隊伍。排隊這裡有一個菜單，可以讓你提前看一下菜單多少錢，是什麼東西。最搞笑的是這個，
掛包叫 Taiwanese burger， 台灣漢堡就是掛包。要一个掛包，麻豆丸果、空肉飯和豬血湯。好，這裡是嗎？這裡吃。香菜花生粉都可以嗎？啊，都可以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我看你點了不少啊。對呀，主要是排隊。啊，哇，介紹一下吧，這是什麼？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丸果。丸果，但是它叫蛙桂，台灣人管它叫蛙桂。蛙桂是嗎？對。好吧，我還以為丸果是米飯呢。對，我也以為。啊，然後這個呢？空肉飯。空肉飯。哇哦。對，這個是掛包。哇。我們一直想吃的掛包。啊，感覺特別像棗餅，棗糕是吧？這裡面應該是肉。在台北下雨的清晨，看這邊就是等紅燈的機車。對。然後這就是我們在吃飯。那你先嘗它的最有名的控肉飯吧。控肉飯。好吧。然後呢，我讓他給我加了一點辣椒，他說那邊有辣椒醬的。哦。然後呢，但是他給我加了一些這個辣椒裡面還有可能是榨菜吧，是那個咱們叫榨菜，他們叫菜頭。菜頭。它那個控肉。啊，一大塊兒。一大塊兒。它不是那種很厚的，但是就看起來有筋筋的。不光有肉味，還有點黃瓜的清香。你看它一份挺多的呢。是。啊，它這裡面是有這個豆豉的。再弄一口米飯，哇，這米飯看起來也油筋筋的。怎麼樣？驚了。好吃，好吃，是吧？那個肥肉一點都不肥，就那種油的味道，你感覺進嘴裡就化開了。然後旁邊呢配了一點這個菜，然後裡面是辣辣的，可以配點小黃瓜。解膩用的。丸果，嚯，這還是還不是肉圓，這不是粘的，感覺有點那種凍的那種狀態。麵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麵，得蘸一下這汁兒，有點辣辣的，鹹鹹的。看我爆開之後，那個熱氣就從它裡面出來了，但是它這個丸果實際上是實心的，進到嘴裡就化了，就綿綿的就化了。感覺它很像米做的。對，像米做的，而且你看它 Q 彈，特 Q 彈，但又不是那種果凍的那種口感，它就感覺又像麵，不知道這丸果什麼做的，掛包絕了啊！哇，裡面是一大塊控肉。對，然後還有香菜，然後上面還有一些料哈。我直接來一口啊。我首先吃的不是肉味，居然是花生味。它上面有花生末，然後花生味過去之後，我就嘗到了非常好吃的那個五花肉的味道。這個肉呢，鹹淡適中，真的很好吃啊！還有淡淡的香菜的味道，還有一點點甜。好吃哎，這真好吃。那感覺像肉版的那個花生卷冰激凌啊，是，對，是吧？跟那個豬血湯不太一樣，那豬血湯是很清的清湯，這裡面感覺是放了那種炸蔥啊，還是炸洋蔥的那個碎。好嫩。我好像逐漸吃懂了這個丸果的味道。它雖然給你弄成了一大坨，但是你可以把它戳開。戳開了之後，就是它那個汁兒、那個菜啊，還有那個辣椒啊吃，然後是那種米做的米凍的那種感覺，很好吃。我在這個位置可以幫人家按紅綠燈的這個按鍵。看到這邊有人在拜，就路過這兒就拜一下。我們兩個人現在在忠烈祠，哇，這是一個很中式的一個建築哈，就是有點像故宮的感覺，那個。醬紅色，好像是，就感覺氛圍也很像。對，而且感覺很嚴肅。你看那個有衛兵，跟着衛兵，應該是一會兒有一個非常莊嚴的衛兵交接儀式。對，而且現在是正好差3分鐘，他們走到那邊正好。他們從正門，然後一直走到裡面。對，就在剛剛我還猜測，我說這個地方是為什麼會有一條線哈，棕色的，就是他們的那個皮鞋底下那釘磨出來的這一條，你看很筆直的線嘛。對啊。對。我還以為是有什麼拉東西，然後有車輪子。快！既然我們可以跟在衛兵的後面，這個大廳正好可以反射這個鞋釘的聲音。天哪！这是我们第一次來到忠烈祠，作為大陸人的我們，
站在這裡的心情其實有些複雜，但更多的是一種直擊內心的觸動。忠烈祠供奉的是那些在抗戰烽火中犧牲的先烈牌位，從小在課本裡讀到過的戰役變成了眼前一個個沉甸甸的名字。當衛兵交接儀式開始，整個廣場瞬間安靜下來，只能聽到軍靴踏步和槍头砸地的回響。我想在這一刻，無論來自海峽哪一邊，我們的心情是完全相通的。在圆山这边看到很多的观众朋友。对，我们来的吗？好认吗？竟然还有从美国来的朋友。对呀，是捷運不行。捷運不行啊。不要拿的。哦，拿着。放在這個裡面。哦。好，謝謝您啊。了解。我們在等捷運的時候，跟我們說要把水收起來，說在捷運站台。就捷運上不能喝水，但是在站台上拿着水都不行。对，說真的會被也不能喝水。對，說會被巡邏的人給抓到。但是這個確實是第一次。對呀，對呀。離開了忠烈祠，我們搭乘捷運一路向北，直達淡水。雖然地處新北市，但在捷運連通的大台北生活圈裡，很多遊客早就把它視為台北的一部分。走出車站，淡水呈現出不同於傳統台灣街巷的面貌。早期通商口岸的繁榮與傳教士的駐足，將濃郁的西洋色彩深深地刻進了這裡的歷史。真理大學就是最好的代表。真的是一個中西合璧的一個建築啊，它是完全的紅磚，窗戶呢是西式的窗戶，然後它的那個上面的房檐呢是那種翠綠色的，好像我在台灣的廟宇裡甚至都見過。這學校怎麼樣？很好啊。如果讓我再上這兒來上學的話，那我非常開心。你選東海還是選這兒？我選東海。是吧？為什麼？我覺得兩個學校都很好，但是東海，我覺得更大一些吧。那倒不是，我選這兒，因為我覺得這兒涼快點。那我們這樣，一個人選北邊，一個人選南邊，就跟真事兒似的啊。我們在淡水河畔欣賞了落日，然後回到台北市區的迪化街。與淡水的異國情調截然不同，迪化街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老台北底色。這裡曾是全台最大的物資集散地，精美的巴洛克式建築立面下，藏着傳統的閩南街屋，空氣中彌漫着中藥材與南北乾貨的香氣。機會錯過就不再來了。對，可以選一個，對，合適。如果我去 Costco 買東西的話，你別說，還真行，這個比較適中，其實。對，你別說，還挺適合你，是不是？像老華僑嗎？像嗎？像香港回來那種。像 Hong Kong 啊。終於得到它了。去。啊。110。110。不是大稻埕。對，大稻埕。对，叫什麼集裝箱市集。哦，集裝箱還真是哎。它這所有的都是集裝箱啊，挖出來的一個小窗戶。对，覺得這個它這看着好像很好喝的樣子。對，荔枝蘋果酒。對，它裡面有再加茉莉花酒，用比較多香甜酒在裡面。蘋果味道很濃啊。那這支的話是芭樂風味的，然後它也有用火龍果去調，有2種水果在裡面。我覺得台灣的這種感覺是咱第一次來到這種集市。不是，就是來台灣不是第一次，但是見到這種風格的集市是第一次，因為經常都是夜市嘛，那種台灣的。哎，到這兒我感覺特別像西方，就像美國啊什麼那種，沿着河灣那種，對，就感覺很悠閒。是。您這個吧，现金。对，謝謝。啊。雲走得好快啊！剛剛出地鐵。就被鼎泰豐的大字給吸引了。本來想吃一個古早牛肉麵，但是一想到台灣了，應該嘗一嘗台灣的鼎泰豐什麼味兒，是吧？對，上次我們吃還是在美國吃的。是。哎，看看這兒的價格也可以和它的味道。他帶位。對，你看位已經帶位。那太好了吧？然後咱們就跟着他就行了。對，他剛才在那個屏幕上選了個位置，然後他就帶咱們去。就是高科技啊。可以啊，就這位置。你帶的對不對呀？好，謝謝。
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台湾的鼎泰丰，在美国吃过圣地亚哥那边的鼎泰丰。味道还可以吗？听着也非常好。然后这回呢，主要是对比一下味道还有价格啊。好。哎，是酱油1，米醋3，那我们夹在钢丝里面，酱油，这是米醋，好，酱油1，哇，它都会搭配我們的小黃瓜一起做享用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咱們先品嘗這個吧。哇，這看着真不錯哈。我感覺這個塊兒好像比美國那個大。啊，真是量大哎。它裡面其實是有那個豬排那個油的。那我來嘗一口豬排。對，這裡面精髓還是豬排。這個有點是那種炒的，但是咱們吃的是炸的。好吃，好吃。旁邊是有那種酥脆的味道。我说那炒飯真是一绝啊！再配上台灣的米，雞蛋真不少。我估計它這個炒飯裡得擱3、4個雞蛋。哇！好，趕緊吃這個。你看，還是這麼晶瑩剔透。我可以先喝一口裡面的汁兒啊。哇。香，還是这麼香。因為它裡邊那個豬肉是那種有點碎的那種豬肉，然後它裡面會有那種汁兒出來，香辣有肚，有肚，有點油辣子的感覺。哎，其實我覺得它真是有一點那個四川的味道。對，這有點四川，因為我剛才我看菜單上還有擔擔麵呢。啊，對。那擔擔麵不就是四川的嗎？所以鼎泰豐應該是有四川的融合四川菜。鼎泰豐會不會從眷村菜過來的？因為眷村菜實際上跟這很像。如果大家知道的話，可以跟我們說，是不是鼎泰豐跟這個眷村菜還有點關係？讓它裹滿這個，裹滿這個辣油。是。它裡邊其實是蝦肉。對吧？裡邊是那種一整顆蝦，而且它現在其實就是整個就是那種辣味兒，然後那個辣椒呢是那種辣椒粉的那種感覺，而且它特別滑。它吃的時候那個蝦整個一下就滑進去了。是。那我們這邊的話，因為我們的松露用的是意大利進口的黑松露，那一般都是建議您品嘗原味不要沾醬的。另外為您準備碟子跟湯匙。好，謝謝。之前麻煩您先喝一口茶，再品嘗，謝謝。好，謝謝，謝謝。我們竟然被鼎泰豐投餵了。看我現在表情是非常驚訝的。是，而且是給了我們頂級的松露。沒想到我的一生中會有這樣的經歷。是，關鍵是我們是慕名而來啊。對啊。他說不要蘸，就給了2個新碟子。對，直接吃。我要給他一個照片。你知道黑松露是什麼嗎？你來說說。它好像是一種菇，然後呢非常貴。一整顆有多大呢？就這麼大。啊。比如說你有一些食材，然後它會給你削成絲啊或者末啊連在上面。哇，在流汁哎。裡面是黑黑的，然後還有那個豬肉，它確實是有一股不同的鮮味兒。然後它裡面是放了一整片的黑松露。我天哪！確實在菜單上也是比較貴一點。是吧？這是裡面是一整片的黑松露。哦，這個呀。這個就是。對。看着跟什麼海鮮似的。對。怎麼樣？鼎泰豐投餵的這個怎麼樣？這餐？讓我這整個一餐變得很有價值。感覺心情都好了，是吧？對，好吃啊，確實挺好吃的，就香上加香。對，確實很香。這個內餡溫度比較高，請您一定要慢慢品嘗哦。好哇，謝謝。又被投餵了2個黃金流沙包啊！謝謝。然後需要2個新盤子。謝謝。我真心的感謝鼎泰豐，很驚訝，我很驚訝。對。黃的。它會流出來。流沙嗎？這個流沙包應該其實是鹹蛋黃，對吧？好像是。我這邊它會一邊冒出來。前2天我們在酒店吃的時候，那個流沙包是沒有流出來的這種內餡的，但是這個就給的很多，裡邊全都是，很好吃。也是那種甜甜的流沙，還有一點鹹味兒。沒想到在臨時的一個決定，在鼎泰豐吃頂了，因為我們被店家發現，然後又給我們瘋狂的加菜。我們現在這還有最後一道菜，也這不叫菜了吧，叫飯後甜點。但是我看着它非常不錯，是那種豆沙哈，叫赤豆春糕。我就上手了啊。
这是真正的豆沙呀，因为上面还有豆，你看，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糯米的感觉。它是什么做的？什么做的？它就是米做的，有点黏。我吃的过程之中就会闻到非常浓的红豆的味道。用最后一口松糕结束这一餐。我刚才听到这边的服務員一直在說今天換醋啊，今天換醋，就是他們這兒可能對這個就是這個料壺裡的這個醬油啊、醋啊這些東西，可能就是到一個時間，那就必須全換。收拾得乾乾淨淨的。哎，謝謝，哎，謝謝，晚安。現在我們站在的這個位置就是美國的 Alex 攀岩大神啊，攀的這個角就在這兒。致敬，現在我是致敬。對，看這個尖兒，我都簡直瘋狂了。我覺得第一層就已經很高了。對，而且剛才我看這個角已經往下，就是很多人在這嘗試嘛，已經往下有點這個垂了，有點。哇，他竟然能這樣扒着這個，他竟然能這麼大力。這是滑的呀！啊，對啊，這真是滑的，你看。我們在永康牛肉麵，然後這裡邊看好多人，而且我感覺又有好多歐美人哈。而且為什麼只要吃牛肉麵就一定排隊呢？就是感覺大家對牛肉麵特別痴迷，在台灣。對，台灣牛肉麵比較有名啊。咱們今天要2個，我查了一下，一個是全筋的，一個是清燉的，咱要兩個風格。1963年，一位四川退伍老兵在永康公園旁支起小推車，他把家鄉的豆瓣醬熬進湯裡，賣起了川味紅燒牛肉麵。如今麵攤變成了2層樓的鋪面。作為老台北人的味覺記憶，據說永康至今保持着60年前的口味。紅燒半斤半肉麵，再要一個清燉牛肉麵，紅油抄手，要一個粉蒸肥腸吧，要不然。這裡的氛圍特別好，你看，還是台灣的傳統氛圍。我看大多數人點的都是紅燒的，因為那紅燒就感覺特別濃郁，然後那汁兒都從碗邊上流下來。是嗎？這是小碗嗎？小碗。小碗就已經很大了。對，多虧咱們沒要大碗。哎，酸菜，你看，又是酸菜。好味。它這是重口的，對吧？湯比較鹹一點，雖然它是清淡的，但是它還是比較濃的，而且它有一股什麼香料味兒，我嘗不出來，但是我能聞到是一個特別的味道，別的牛肉麵沒有。是吧？哇，它這口味確實鹹一些。你看這個肉多大？也是有筋那種哈。對。哇，現在看你啃這塊肉，我天，太震撼了。這筋真不錯。我覺得很符合我的口味啊。對，但是這個麵就鹹味比較濃啊。是嗎？對，所以我覺得鹹味比較濃的時候，它的那個牛肉味會更重。那個是粉蒸肥腸，粉蒸肥腸就直接這麼吃。對，粉蒸肥腸沒有什麼味道啊。我覺得非常好嫩，這個非常嫩的，像那個麵線，咱們吃麵線的時候那個肥腸的嫩度，超級吃不出什麼肥腸味兒，但是嚼起來很香。它肥腸其實不多哎，它的下面底是紅薯嗎？糯米應該是糯米和肥腸一起蒸的。底下紅薯，這我愛啊。我這個牛肉麵的味道好像跟咱之前吃的不太一樣，我一聞有油辣的味兒。我現在都什麼都沒放，哇，一股很濃香的牛肉味兒。就如你所說的，這個麵就完全就吃到牛肉湯的這個味道了。對，這是我們在台灣吃過的，我覺得口味最重的一個牛肉麵。它有辣味嗎？我聞到了有點油辣的味兒，你看，但是我吃上去是並不辣的。你加一點點酸菜，嘗嘗它這酸菜是什麼味兒？果然酸菜一加進去就不一樣了。然後這時候再來口牛筋，有點硬硬的，但是一嚼就像皮筋兒一樣就斷開了。好吃，我覺得這個湯我可能都會喝掉。我又來紅油抄手，這個抄手看着跟鼎泰豐的抄手特別像，因為它是豬肉的，所以那個肉會粘在那個皮上，它不像蝦一樣是滑的。非常辣啊！再來一勺，沒事，非常辣我也來。哇靠！太辣了，不行不行。小燈籠椒，你看。黃的啊，真辣！我想說這個真辣是持續的辣，就是那種你只要吃進去一口，哇，持續的辣。我現在還在辣。我都出汗了，我都。越辣越好吃，越辣越香。啊，對，哇，自虐式的辣。
哇，我头疼。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，我刚才接了杯水，我以为是冰水，结果是热茶。但是好吃是好吃，是真的好吃。这一餐940，人家已经要关门了。我们2个人今天就要離開台灣了，然後趁着最後的一點時間，想再嘗試一下這個華西街的這個美食街，能不能吃到小王煮瓜呀，還有那掛包啊。我們倆這已經是來第3次了。是。哎，開門了。台灣之旅的最後一站，我們來到了華西街夜市的小王煮瓜。吃完這一餐，我們就要前往機場離開台灣了。這家創立於1975年的老鋪，招牌是被食客稱為黑金的滷肉飯。老滷汁經過長時間的熬煮，色澤深邃，膠質濃厚。之前在桃園機場嘗過一次，覺得非常驚豔，所以這次決定到本店再次回味這份純正的市井味道。我感覺小王煮瓜這個地方吧，就是開始以為它就是一個普通的商場裡那種店，你看它裡面不是那種特古早的感覺了。但是就是上回我們2個人在桃園機場吃過一次，我覺得哎，我這個挺合胃口啊，就挺好吃的，是，所以我覺得挺好的，這也是一個改變，就是說你做的很好吃，但是你的店鋪弄得很乾淨，是，可能是未來的一個方向。好多呀，而且我能聞到那種醬香的味道，有點醬，還有點甜，口水就流出來了。是，我要的是大碗的滷肉飯，其實我覺得它說它這滷肉飯，我聞起來跟我做的那個味道是差不多的，是吧？對，就是滷肉，但是它膠原會更多，對，更多一些，因為它可能有豬皮，是，它裡邊有洋蔥的味道。怎麼樣？真香。滷肉飯還是一樣好吃，是吧？但是它這個甜味會多一點。哦，有點甜。對。其實我喜歡甜，就是這個滷肉飯我是挺喜歡，醬甜的啊。它醬挺多的，給的汁兒不少。但是我覺得滷肉雖然大份，但是我覺得滷肉給的不是很多，是吧？然後洋蔥味很濃。然後放在這裡就行。好，謝謝。哎，好。哎，這個滷肉它分2種啊，一種是純瘦肉的這種，是瘦肉，然後呢，一種是帶皮的這種。哇，你就來這個吧。來這個。你看它是分開的。哇，給它。拍美食實在是太痛苦了。我給它在碗裡滾一下。怎麼樣？哇。好吃哈，醬的不錯是吧？好吃。而且一點都不膩。控肉飯，而且我要的是帶香菇的控肉飯，它會更香一點。感覺你已經忍不住了。真忍不住！哇，這香菇好香啊！來一口控肉啊！我覺得小王煮瓜這味道真符合我對控肉飯的覺得最佳標準，真的就是黑金的。我不知道，因為他沒寫它叫黑金，但是我覺得我定義為這就是黑金。但是它，你看你吃的這個控肉，它是那種扁片的這種。早上起來吃一碗這個，真是今天一天都頂上。咱們米飯到任何地方，你看都是油亮的，蘸點汁兒，嘗一口這個肥的這個滷肉啊，控肉。這塊是這邊是肥的皮，然後這邊呢是幾乎是肥瘦。我跟你說吧，吃肉還真得吃帶點肥瘦。對，就很香。對，很香。純瘦的，你就嚼那肉絲了，是吧？對，好吃。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小王煮瓜，昨天晚上那個麵，永康牛肉麵都屬於比較偏重口味。它豆腐還分2種，一種是油豆腐，一種是普通的豆腐。然後我要的都是小份的，就可以嘗2種，醬色的。對。也是那種甜甜的汁兒，對吧？但是這個味道沒有肉味道濃，而這豆腐就是那種嫩豆腐。那個豆腐我覺得比油豆腐好吃，是嗎？可能是因為它更吸汁兒。然後你可以就一口湯，所以它才會出這種清魚湯啊。對。如果它湯再是醬汁兒的，你這一桌子就。對。但是它還有一個湯叫瓜仔肉。瓜仔肉。那個湯就是這種醬色。就醬汁啊。對，我覺得這魚湯也很好吃。然後他還給了一個小醬料，那個醬料是醬油嗎？然後醬油加芥末。啊，有芥末。然後蘸這魚是吧？可能是。拿魚蘸着它，然後來一點芥末。這像吃日料一樣。是，還挺特別的，就是會有2種口味一個湯。我們倆這一餐花了475，
真正2个人吃的話，應該吃不了這麼多。對，吃不了。咱們倆其實要的挺多的。就這滷肉飯，我覺得大碗的我就覺得挺多的了，我就已經吃不下了。就這個豆腐的汁兒裡面啊，和這個飯裡面都會有一點點苦味兒。我覺得這苦味兒就是它的洋蔥炸的可能有點過。一開始吃的時候，那個苦味兒其實不明顯。那你越吃越多的時候，就感覺嘴裡好像開始散發那個洋蔥的苦味兒。